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最近股价迎来飙升的公司 MSC， 并分析了他们股价飙升的原因和他们未来的成长与扩张潜能。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家很多人要求的公司。这家公司刚上市不久就迎来许多人的追捧，但是现在超高的 PE 真的适合投资吗？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就来一探究竟。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来和大家讲解的这一家公司就是马来西亚领先的信用报告机构公司 CITOS Digital Berhad。相信对于有借过贷款的朋友们，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因为你们的信用评级也是由这一家公司所评价。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那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就包括了信用报告 Credit Reporting、数字软件相关服务 Digital Software Related Service、软件开发 Software Development、外包和培训服务 Outsourcing and Training Service， 以及投资控股业务 Investment Holding。那他们的客户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群体。第一个就是 Key Accounts 关键主要客户，也就是银行、保险和金融界的客户。这些客户大多数都是以长期订购的方式购买 CITOS 的服务，所以这也算是 CITOS 的收入堡垒，因为来自于这一些大机构的收入会更加稳定。那截至如今，他们拥有大约430名关键主要客户，占了他们这2个季度的 34.4% 的收入。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商业客户 Commercial Customer， 也就是大约1700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商业客户和中小型企业。那这一个客户群也是为他们贡献最大收入的群体，本地一共贡献了 54.7% 的收入，而海外的商业客户则是占了 4% 的收入。那 CITOS 一般都是以订阅的方式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和其他公司的资料给这些客户。那还有的就是他们的直接消费者 Direct to Consumer， 也就是提供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的信用报告，以达到更好的信用评分，来更容易的获得更高的信贷评级和贷款。而 Direct to Consumer 的这个群体就只占了他们大约 6% 的收入。那简单的了解了他们的业务和客户群体，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一次 IPO 到底有哪一些亮点。首先，虽然说这一次 IPO 是发放了11000 million 的股票，但是其实新发放的新股只有200个 million 张股票，而剩下的900个 million 张股票都是由现有股东直接出售给指定的投资者。也就是说，这一次 IPO 一共只筹集到了220个 million。那如果根据他们的 IPO Prospectus， 他们基本上最主要的资金花费就是偿还贷款，一共占了他们这一次筹资的 70%， 而剩下的就有 58.7个 million 用于收购公司，占了 26.7%， 然后剩下的 2.7% 则是用于上市费用。那很多人就会觉得用于偿还贷款，所以上市并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到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因为他们这155个 million 所要偿还的贷款，主要来自于他们在2020年10月28号收购了 26.6% Experian 和 20% BOL 的股权所使用的资金。所以与其说是偿还贷款，其实他们在 IPO 之前收购了他们竞争对手的股权，然后现在才来还债。那说到 Experian 和 BOL， 我们就得来说一说这2家公司，因为这2家公司都能算是他们的同行竞争对手。在马来西亚 CITOS 一共占据了 71.2% 的市场份额，而 Experian 则是占据了 17.5% 的市场份额，而剩下的 7% 则是由 CBM 所占据。而至于 BOL 则是泰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占据了泰国 59% 的市场。所以这一些动作将会再一次以收购竞争对手的方式扩大 CITOS 的市场份额，何尝不是一件好事？那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扭转乾坤有一件重大宣布，那就是扭转乾坤蓄势已久的重量级课程贯通财报线上课程正式开放报名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要投资者们学会如何深入浅出的看懂财报，寻找基本面强劲的潜力股，避开有问题的地雷股，和看透一家公司未来的表现，成为精明的投资者。而且这一次的课程内容长达15个小时，保证诚意满满。此外，这个课程还赠送了财报锦囊包
班，主要教大家所有阅读财报需要的知识和9家来自不同领域的实战案例，以让大家学以致用。而且所有内容都可以无限重复观看，保证物超所值。那福利来了，那就是如今报名也将会享有60%折扣，只需要288令吉，但是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或面子书私信小编报名哦。回到正题，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首先，他们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37.8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 38.6 个 million， 小幅上涨了 0.8 个 million， 大约 2.1%。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11.8 个 million 下降到了 11.7 个 million， 小幅下滑了 0.1 个 million， 大约 0.008%。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31.3% 下降到了 30.3%。所以这个季度对比下来，其实他们的业绩也算是相当的平稳。那这个季度报告中又有哪一些亮点呢？首先就是他们8月6号的时候又花了大约 26.8 个 million 收购了 BOL 2.65% 的股份，这也让他们如今对 BOL 的持股%率提高到了 22.65%。然后再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债务是已经还清了，而如今也从原本的净负债转为14个 million 的净现金。至于现金流方面，营运现金流也是非常的不错，累计至这个季度一共高达44个 million。至于投资现金流，这是他们非常大的流出，一共高达93个 million， 因为他们在今年花了大手笔在收购和投资其他公司上，所以可以断定 CTOS 要扩张来占据市场份额的野心。那至于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看，毕竟 CTOS 还上市不久，还不能看出什么端倪。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最近的新闻。相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10月1日，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Malaysia 暂时停止征信机构 CRA， 也就是 CTOS、Experian 这一些机构使用中央信贷资讯系统 CRIS 数据，而这也就导致当天的股价一度下跌了 6.25%。而原因就是因为多个政府机关被指发生数据泄露，所以国行才采取停止使用 CRIS 的预防措施，直至所有征信机构完成数据安全评估为止。那来到今天， CTOS 表示他们已经于上周完成并向国家银行提交一份入侵评估，而调查结果证实 CTOS 的数据资产是安全的，并没有泄露的迹象。那如今只需要等待国行完成对他们的入侵评估报告的审查完毕，相信对禁访 CRIS 的措施将会很快解除。此外，他们的同行 Experian 已经在周一成为第一个恢复 CRIS 访问权限的机构。那这里我们就要来了解 CTOS 的供应商到底是谁，为什么国能能左右他们的生意和 CRIS 权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行 Bank Negara Malaysia 是他们的第3大供应商，占据了他们 9.68% 的总供应，主要就是供应他们 CRIS 的资料。而其他供应商就包括了 Refcom Sdn Bhd、Entropia Sdn Bhd 和不具名的 AB 供应商，他们主要都是供应一些企业 SSM 资料。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CTOS 的业务与国家的政府是有紧密关系的。那好处就是他们的生意门槛非常的高，而坏处就是他们对国家政府有一定的依赖，就比如说这一次的 CRIS 风波就波及到他们。那接下来投资者还必须注意哪一些事项呢？小编这里认为投资者要注意的是，一旦他们上市6个月后，可能会迎来一定程度上的套利，因为上市公司 IPO 他们必须遵守 moratorium， 简单来说就是公司持有 40% 的大股东 Innode 是不允许在上市后的6个月期间内出售或转让任何手上的股票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如今市场上公司股票维持在一定的流通性，但是一旦未来6个月过了，也就是大约1月19号，公司大股东就能开始出售或者转让手上的股票，那相信这也将会对股市造成一定的波动。所以不知道的投资者，这也将会是你们必须注意的事项。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如今他们的 PE 估值已经超越了很多外国的同行竞争者，但是由于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业务算是占据市场绝大的份额，所以可能也是投资者愿意给予他们如此高估值的原因。而且如今他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收购，以扩张他们的市场份额。那大家觉得 CTOS 这一家马股独秀一帜的公司会不会吸引你们的眼光呢？可以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而且由于片长的原因，并没有介绍到他们背后的大股东 Creator， 也就是 Mr. DIY 和 T-Life 的股东之一。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打上 CCC， 有时间的话，小编将会做一支影片来介绍这一家马股幕后的私募股权公司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
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